道是通往冥界的电车吗？不对，这其实是前往鸟取县一座充满妖怪气息的小港町。在那里的每个角落、路上、路灯，甚至水沟盖上，都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妖怪身影。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Mita 世界。如果有一个城市，整条街都住满了妖怪，你会不会想去看看？在日本鸟取县西部，就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从车站到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妖怪的身影。今天我们就要出发，前往这座妖怪城市静冈。我们是从昌吉出发，乘搭特急列车来到米子。而这一段旅途，我们使用的是鸟取自由行非常实用的一张交通票券 JR Pass 鸟取松江周游券。这张周游券只要4000日元，就可以在3天内无限次乘搭鸟取到松江范围内的所有 JR 列车，包括特急列车，而且还可以预定指定席。对于在山阴地区旅行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省钱又方便的一张交通票券。抵达米子后，我们就在米子转车，搭静线前往静冈。据说终点的静冈站在妖怪世界里叫做鬼太郎站，而起点的米子站叫做鼠南站。其实从米子站开始，我们就已经踏入了妖怪世界的结界，所以在去往到静冈的一路上，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妖怪车站。就连电车上也充满了妖怪元素。我们今天搭到的这辆妖怪电车是2节车厢，上面正是静冈最有名的角色鬼太郎和眼球老爹。而这样的妖怪电车其实一共有6种不同角色版本，每一款电车都有固定的运行时间，甚至连车内的广播都会出现妖怪的声音。抵达到静冈站后，在这里会看到一个介绍日本各地区的妖怪，以及通往妖怪之国的异世界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后，记得要领取珍贵的纪念章。在要出车站前，记得先到车站的后方，这里藏着一台不容易被发现的鬼太郎贩卖机。
一出车站就能看到创造鬼太郎漫画的作家水木茂以及他笔下的妖怪角色们。旁边还有鬼太郎专属的邮箱。往后看，会发现到一望无尽的妖怪雕像散布在各个角落。还有眼球老爹的眼球路灯。从踏出车站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四周充满了妖怪的气息。而从这里开始，前方就是静冈最有名的街道水木茂大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正是鬼太郎漫画家水木茂的家乡。一路走在这条街上，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妖怪不断出现。整条水木茂大道全长大约800公尺，街道两旁设置了约177座妖怪雕像。每走几步就会遇到不同的妖怪。而且我们还很幸运的看到几位上了年纪的老爷爷们沿着街道慢慢的擦拭着这些妖怪雕像，感觉就像是在细心照顾这些住在街道上的妖怪一样。如果待到日落之后，到晚上10点左右，整条街还会亮起灯光。据说那个时候的气氛就像妖怪们在夜晚出来活动一样。街道上除了到处都能看到妖怪雕像之外，也有许多妖怪主题的商店。如果有走进店内，就会发现到在店里的某个角落里，会看到一些专门为妖怪设计的空间。我们在一间叫做鬼太郎之家的店里买了鸡蛋糕来吃。而最让人意外的是，就连当地的警察局也可以看到妖怪元素出现在里面。一路上在一些商店门口，我们有看到妖怪印章，但当时却不知道要去哪里买一张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妖怪神社，在神社旁边有一间妖怪伴手礼店，而店门口正好贴着这里有售卖妖怪印章书。于是我们就在这里买了一本印章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神社买的关系，还额外收到了一张妖怪神社的玉足印。
当收集完全部的印章后，可以到车站旁边的进港渡轮大楼里的进港式观光案内所领取最后一个印章和小礼物。接着我们来到了妖怪神社，据说这里是日本唯一一座以妖怪为主题的神社，是由水木茂设计的，位于水木茂大道的核心位置，建于2000年。神社的鸟居造型是参考妖怪一仿木棉打造的，而旁边的金手大理石是眼球老爹的造型，而且眼球还能转动。神社的绘马也是妖怪的造型。接着我们来到了妖怪乐园，这里是以鬼太郎的妖怪世界为主题打造的游乐区，而且是免费入场的。一进来就会看到一群熟悉的妖怪角色在欢迎我们。走进乐园里，可以玩一些怀旧的射击游戏、智慧球游戏，也有很多以妖怪造型设计的拍照点。到了午餐时间，我们来到一间叫做牛骨拉面的餐厅吃午餐。吃完出来后，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整条水木茂大街慢慢被白雪覆盖，让这里看起来更像一个真正的妖怪世界。在这样的气氛下，继续走在街上，好像随时会遇到新的妖怪。走着走着，我们也慢慢走回到了进港车站。在车站外面，我们看到了可以免费使用的足汤。因为离下一班电车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在这里泡了一下足汤。而在泡足汤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2台不同主题的妖怪巴士。当我们准备离开进港时，最后搭上的是猫女主题的妖怪电车。今天我们从昌吉一路来到了这座充满妖怪故事的城市进港。因为漫画家水木茂的创作，让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妖怪世界。在短短的一天内，我们遇见了许多妖怪雕像，也走过了一条非常特别的街道。如果有机会来到日本鸟取旅行，很推荐大家来进港走一走，说不定在某个转角，你也会遇见一位正在准备出门散步的妖怪。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